中国远征军上尉连长周慧云，欢迎你回家。来古意于83年，探望一生的妻子终于等到丈夫归来。我是孙春龙，一个打扫战场的人。2023年，湖南汨罗志愿者给我们提供线索，在罗江镇有一对姐妹是中国远征军的后代，手里还保存着爷爷的整套资料，横跨近100年。这是我所看到关于一个士兵最完整的资料。我惊讶于他的家人是如何保存的。孙女说，这是奶奶杨希兰冒着坐牢的风险拼命守护的。提起我爷爷的，我奶奶就哭啊。那时记得这个文件部队出来的，就也多去个坐牢的嘞。那个字把那个纸包起来，藏到那个涵洞里的。这里藏一下，那里藏一下，再把那个证件这是藏起来，这收的了。藏了几10年的东西，这个东西是。他们的爷爷叫周慧云，1934年在汨罗中学毕业后，成为了一名教师，薪水是18担谷子。后来，周慧云和奶奶杨希兰成婚，生下了女儿周敬信，日子平淡幸福。1938年，日军逼近湘北，直指家乡，周慧云毅然走下讲台，走上战场，加入新22师。新22师是一支王牌劲旅。1939年，军委会举行整训部队大校阅时，被列入甲等。1年后，这支部队一举攻克昆仑关。1942年春，新22师成为中国远征军，挥师缅甸。周慧云的部队给家里写信，他说他已投入高射炮队习武，值此严重时期，非武装不能救国，身体甚好，不似在家中孱弱，望不要记挂。杨希兰最后一次收到关于丈夫的信，是从印度寄来的，一个叫胡一人的人写的。他说，我是云兄的同学，他在缅甸的作战中阵亡了。云兄替国家尽了忠，阵亡了是很大的荣幸，用不着伤痛大哭，这是我站在军人的立场为姐嫂的，并嘱咐杨希兰申请抚恤金。胡一人的话没能给杨希兰安慰，他抱着孩子大哭，你的儿子还没有见过你呢，你曾说过要回来教他写字念书的，怎么就不回来了呢？儿子周书宝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，没回来过，就是没有，就是一次都没有回来过。我爸爸没看到过他爷爷。我奶奶23岁就守寡，一次没有走，他选2个孩子，把2个孩子受苦。1943年，杨希兰获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批文。1947年拿到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抚恤处通知，直到1948年才收到国民政府颁发的荣哀状。这些资料成了杨希兰唯一的支柱。她想，等战争结束，她要去接丈夫回家，但一直未能如愿。后来，她收起对丈夫的思念，把这些资料用牛皮纸包裹住，藏在了天津的下水道里。直到1987年，两岸关系向好，年过70旬的杨希兰把资料整理好，交给了儿子周书宝，再次嘱咐他要好好保管，将来有机会去缅甸接爸爸回家。1992年，得知台湾对国军老兵的优抚政策，杨希兰写信到台湾，丈夫远征时丢下我和一个2岁的女儿，同时我已身怀有孕，不到2个月就生下一男孩，名为书宝。他们均已长大成人，我亦守节至今，现已年达8旬。得知国民政府优抚政策，特此报告。很快台湾回信，准予存记，其而后再行查明办理。半年后，杨希兰去世。2006年，儿子周书宝向当地政府陈情，目前正是海峡两岸的对话时期，对于抗日烈士无论国共都应加以抚恤，更何况我父亲在1942年就牺牲了，请求解决我夫妇晚年的基本生活费，以示政府对抗日遗孤的宽待。在陈情报告里，他是这样描绘自己母亲的：自父亲出门之后，我母亲在家含辛茹苦，餐风露宿，将我姐弟抚养成人，其珍劳忠朴为乡邻所称颂，依旧没有等到回复。2015年，儿子周书宝去世。周书宝重病时，他把父亲的资料交给女儿，告诉他们要好好保管这些资料，以后有机会去缅甸把爷爷接回来。2023年，当我们找到周慧云的孙女时，他们的第一句就是想找到爷爷的尸骨，带他回家。我就是给我爸爸立这个心愿啊。没有把我爷爷带回来，我爸爸就带到那个银行走了。
没办法呀。跟我爷爷结婚了，跟我奶奶一起住啊。我告诉他们，我们会去缅甸，将爷爷带回家，让他们一家团聚。去哪里寻找周慧云呢？我们找到了新22师的战报，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：守卫在缅甸叶达西最前面的是66团的第1营，日军以飞机、大炮掩护，猛攻阵地。营长张怀令所有士兵屏住呼吸，静止不动，待日军步兵进到阵地前100米时，突然开火。排长周慧云操着重机枪猛扫，全营轻动火力一起开火，子弹像脱水一样向日军横扫过去，日军倒下一大片，整个叶达西都陷入了混战。营长张怀手持仿坦克雷接连炸毁日军3辆坦克，他自己也中弹身亡。同时，排长周慧云也为国捐躯。2025年11月29日，我们的小伙伴到达缅甸叶达西南洋车站附近。现在我站的位置是缅甸叶达西的南洋火车站。83年前，周慧云连长在这里牺牲。我们原本计划在这里收敛他的遗骸，但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个地方已经很难找到他遗骸的线索。我们只能够在这里取一捧黄土，带回他的老家湖南汨罗安葬，以此告慰他漂泊已久的英灵，同时完成他一家3代人的心愿。在南洋车站站牌前有一棵菩提树，我们在树下举行了一场庄重的祭奠仪式。周慧云连长，您的牺牲是无上的荣耀，您的家人一直没有忘记您，希望你能够早日回家。青山埋骨，魂兮归来，汨罗江水，鱼儿常伴。中国远征军第5军新22师66团上尉连长周慧云，我们带您回家了。周连长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3天后，我们带着周慧云回到了她阔别80多年的家乡湖南汨罗。当天上午，周家人早早在汨罗江畔迎接。周慧云爷爷现在回家了。中国远征军第5军新22师66团上尉连长周慧云，现在我们将您的墓土和灵位正式移交给您的家人，欢迎您回家。孙女们将爷爷和奶奶葬在一起，眺望着他们曾经共同生活的村庄。在2人的坟茔前，周慧云的孙女跟我们说：“昨天特别过去告诉我爸爸，告诉我他们，你爸爸回来了，我爸爸的心愿也实现了，还是。”一家3代人终于接回了这个漂泊80余载的英魂，这个藏在家族血脉里从未放下的念想。从此青山为伴，夫妻相守，血脉相望，隔世的思念，终成现世的团圆，阴魂归乡，再无别离。我们找到了他的帽徽。我爸爸临终之前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爷爷。2天来回家了。